你有没有想过，一座举世闻名的超级工程底下，正悄然上演着一场让人头皮发麻的生命爆发？这就是三峡大坝，你没听错，那个规模宏大的水力发电厂周边，如今已经彻底变成了鱼类的帝国。据说在库区水域里，那些重达100多斤的大鱼随处可见，密密麻麻地在船边翻滚，场面壮观到令人窒息。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画面，脑子里蹦出的念头绝对是，这不就是天然的海鲜仓库吗？赶紧下网捞啊！但诡异的是，面对这种看似天降横财的景象，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却眉头紧锁，完全笑不出来，甚至下达了最严格的禁令，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这片水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批鱼有毒，还是说这水面之下藏着一个足以颠覆认知的生态黑洞？今天我们就得把这件事彻底说透。这场发生在三峡大坝的鱼群风暴背后究竟锁死了怎样的秘密？要聊透这件事，我们必须先把目光拉回到长江的生态命脉上。长江作为亚洲第一长河，自古就是万物的摇篮，但在过去那几十年里，因为过度捕捞航运的粗暴干扰，还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条大江的生态系统曾被推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拯救这条母亲河，国家在2021年砸下了一记重拳，正式启动长江10年禁渔计划。这个计划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覆盖了干流和所有重要支流。三峡大坝作为长江上最关键的节点，自然成了禁渔的铁桶核心。在彻底摆脱了人类捕捞压力之后，长江里的鱼开始野蛮生长。短短几年时间，鱼群数量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呈爆发式增长。三峡库区水面极其辽阔，水流又相对平缓，再加上营养物质在这里大量堆积，这里瞬间就成了鱼类繁衍生息的天选之地。很多目击者在三峡大坝附近拍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成千上万条巨型大鱼在水面疯狂跳跃，有些鱼的长度甚至超过了1.5米，体重轻轻松松就突破100斤大关。这帮鱼主要就是著名的长江4大家鱼，也就是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在禁渔令落下之前，想在江里看到这种级别的巨物，简直比登天还难。但现在他们却理直气壮地成了这片水域的霸主。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鱼都已经多到快要溢出来了，专家为什么死死拦住不让捞呢？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所谓的泛滥其实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相对概念。虽然咱们看着大鱼乌泱乌泱的，但对于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修复大业来说，这才刚刚吹响号角。长江的生态体系极其复杂，绝不仅仅是鱼多就行，它还得讲究鱼类的年龄结构是否合理，品种比例是否科学，以及整条生物链是否完整闭合。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100斤大鱼，很多都是当年在刀口下侥幸存活下来的种子选手，他们是恢复长江生态平衡的绝对核心。如果咱们现在一看鱼稍微多点就立刻撕开捕捞的口子，那过去几年禁渔攒下的这点家底，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专家们真正恐惧的，是人类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贪婪。一旦这头猛兽被放出笼子，长江立马就会倒退回那个无鱼可捕的悲惨绝境。其次，咱们还得从科学角度擦亮眼睛，这些在三峡大坝出水口附近悠哉悠哉的大鱼，其实根本不适合端上餐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峡大坝有个极其强大的蓄水功能，长江上游冲刷下来的各种物质全都在库区里沉淀下来了。虽说现在的环境治理力度已经非常狠了，但那些长年累月积攒的沉积物里，难免还是会掺杂一些重金属元素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鱼类在这种水体环境里讨生活，通过食物链的层层放大，体内的有害物质很可能早就超标了，尤其是那些活了10几年甚至更久的老家伙，他们简直就是一个活体毒素收集器。专家不让捕，这其实是在用最强硬的手段守住大家的健康底线。再者，三峡大坝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超级水利工程，其周边的水文环境凶险异常，在库区核心地带私自捕捞不仅会把捕捞者自己的命悬在刀尖上，更有可能对大坝的安全运行造成灾难性的隐患。三峡大坝的进水口和泄洪闸门
那里水流的吸力极大，压力惊人。如果捕捞工具比如那种巨型拖网或者失去动力的小船，一个不留神被吸进发电机组进水口，那后果绝对是毁灭级的。这可不单单是打坏几台机组的问题，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冲击整个电网系统的平稳运行。所以从安全红线出发，三峡大坝周边就是绝对不许碰的雷区。更有意思且更让人揪心的是，专家们真正高兴不起来的深层病灶，其实在于生态平衡的极端脆弱性。别看现在鱼群数量上来了，但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未必就是健康的。在自然生态系统里，食肉鱼类和食草鱼类必须维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可目前在三峡库区数量飙升最快的偏偏就是四大家鱼，而原本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掠食者比如极度珍稀的白鲟、达氏鲟这些，它们的种群恢复速度却慢得像蜗牛爬。一旦某种鱼类失去了天敌的制衡，开始过度繁殖，它们就会疯狂消耗水中大量的溶氧和浮游生物直接把水质拖向恶化的深渊，甚至引爆大规模的藻华现象。这种单一品种的畸形爆发对生物多样性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刺眼的红色警报。再加上三峡大坝在运作过程中鱼类的洄游问题一直是横在专家心里的一根大刺。虽然咱们已经费尽心机修建了鱼梯、鱼类电梯，并且每年都在搞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但人造的设施再精巧终究难以完全复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现在大量鱼群扎堆在库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根本没法顺利通过这座大坝到上游去产卵，或者是从上游顺流而下后直接被截在了库区。这种扎堆聚首的局面，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河流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的现实。专家们绞尽脑汁在琢磨的是怎么用科学调度，例如模拟自然水文过程的生态补水方案，来精准引导鱼类进行自然繁育，而不只是傻愣愣的看着水库里的鱼变多就乐呵呵。咱们再往深里挖一层，专家之所以忧心忡忡，是因为长江的生态修复根本就不是一场闪电战，而是一场要打几十年的持久战。100斤的大鱼看着确实很震撼，但把它放在长江亿万年的历史长河里，这不过就是最原始的常态罢了。往回倒推几十年，长江里游弋的那些中华鲟、胭脂鱼，甚至是白鲟，体型比现在这些鱼要大得多。如今咱们惊叹的盛况，说白了只是在还过去欠下的巨债。长江的渔业资源总蕴藏量跟历史巅峰时期比起来，差的还有108000里。现在的禁渔是在给长江求一个喘息，求一个活命的机会，让那些断裂的基因链条有机会重新连接起来。如果我们走到半路就觉得哎呀鱼太多了赶紧吃吧，而放松了那一根紧绷的弦，这不仅是对自然的无耻背叛，更是对子孙后代最大的不负责任。除此之外，三峡大坝的环境保护还面临着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入侵战。在禁渔期间，专家们敏锐地发现一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或者盲目无知的放生群众正把鳄雀、鳝清道夫这类生性凶残的外来物种偷偷往长江里扔。这些入侵物种在毫无天敌的环境下，会像推土机一样疯狂吞噬本土鱼类的鱼卵和幼鱼。在这波鱼群泛滥的表象之下，如果暗地里夹杂着外来物种的疯狂屠戮，那这场看似喜庆的生态爆发，转眼间就会演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生态屠杀。专家们需要时刻紧绷神经监测水下的生物组成，这种压力是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在三峡大坝的日常管理中，要守住这片水域的纯净与秩序，需要砸进去巨大的人力物力。相关部门每天都要在库区里进行高强度的巡逻，清理各种漂浮垃圾，还要像猫捉老鼠一样打击非法偷捕。大家嘴里说的那种100斤大鱼到处都有，这背后是无数环保工作者在替咱们负重前行，他们在为长江护航，在为生态守望。每当专家看到鱼群密集的景象，他们脑子里蹦出来的绝对不是好喝的鱼汤，而是水环境的承载力极限在哪里，生物链的稳定性会不会断，以及长江未来的命运该往哪儿走。咱们还得考虑到鱼类过度聚集会对水质产生非常具体的微观影响。鱼类的排泄物里全是高浓度的氮和磷，如果密度超出了临界点，就会直接引发水体的富营养化。在三峡库区这么一个水流相对迟滞的半封闭环境里，一旦水质失控崩溃，回头想治理的难度简直比登天还高。
专家们需要借助模型精确计算水体的自净能力与鱼类生物量之间的那个黄金平衡点，这背后是一项极其烧脑的复杂运算，涉及到水流速度、温度分层、光照条件、微生物活动等多个维度的变量。所以当咱们在手机上刷到三峡大坝鱼群泛滥的视频时，请务必收起那颗想尝鲜的吃货心，这根本不是一个开渔节的预告，而是一位伤痕累累的自然母亲正在艰难康复的信号，更是一道极其严肃的生态考题。专家们那张绷着的脸和高涨不起来的情绪，源于对自然的极致敬畏，源于对科学的苛刻严谨。他们心里门清，生态系统的恢复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几十年的光阴，甚至需要上百年的世代守护。在10年禁渔的大背景下，三峡大坝的鱼群现状其实就是整个长江保护行动的一个高光缩影。它明明白白告诉咱们，只要人类肯给自然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自然界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生命力。但同时，它也在狠狠敲打咱们，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创伤是极其深远的，修复的过程注定是漫长且荆棘密布的。这些百斤巨物更像是长江派遣出来的忠诚守卫，他们在这里生长巡游，亲眼见证着这条伟大河流的触底反弹。为了保护这批来之不易的鱼群，相关部门还层层加码制定了细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在长江干流搞非法捕捞，如今面临的不仅是高到肉疼的罚款，更是刑法的严厉制裁。这种高压态势就是为了确保禁渔令能像钉子一样扎进土里。专家们一直在建议，与其2只眼睛死盯着能不能捞鱼，不如多去关注怎么提升长江的生态连通性，怎么能让鱼类更自由地在整条大河里畅通无阻地迁徙。总而言之，三峡大坝鱼群泛滥是生态大幅好转的强烈信号，但绝对不是可以放开肚皮吃大餐的借口。专家坚决不让捕，是因为他们在看大势，在看长远。每一条百斤大鱼都是长江生态修复的大功臣，它们真正的价值根本不在餐桌那几道菜上，而在于它们作为珍贵的基因载体，在为长江的生物多样性提供着无限的想象空间。咱们应该感到庆幸，在咱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长江终于重新找回了心跳。咱们更应该用行动支持专家的判断，守好这片失而复得的生命源头。往后的日子里，随着禁渔政策继续铁腕推进，长江的鱼群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膨胀，这就要求咱们必须拿出更科学的管理手段，投入更先进的监测黑科技，比如利用人工智能和水下无人机来无死角追踪鱼群的动向，深度分析它们的生理健康，借助大数据来预测水质变化，提前把应对方案做扎实。科学家们正在为此熬白了头，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长江永远生机勃勃地奔流，让鱼儿永远不受打扰地撒欢。当你再次看到三峡大坝那万顷碧波，看到那些跃出水面划出完美弧线的巨物身影时，请在心里默默为长江祈福，为那些死守在保护一线的专家和工作者们狠狠点个赞。正因为有了他们那份近乎偏执的坚持，咱们才能目睹这般壮阔的生命景观。正因为有了他们那份不近人情的严谨，咱们的生态环境才有了触底反弹的底气。长江大鱼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书写，而咱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场历史级生态转折的活体见证者。让咱们一起守护这片蔚蓝，让那些100斤重的大鱼能安安稳稳地在三峡大坝的怀抱里慢慢长大，为长江的未来孕育出更多的可能性。这绝不仅仅是拯救几条鱼的事，这恰恰是在拯救咱们人类自己的活路。毕竟保护自然本质上就是在保护咱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家园。长江这条流淌了千万年的苍茫大河，正在三峡大坝的默默见证下谱写出一首气吞山河的生态重生交响乐，而咱们只需要静静欣赏，用心去呵护，这就是对大自然最厚重的回报。那些关于鱼群泛滥的吵吵嚷嚷，终将沉淀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知与高度尊重。专家们的满心忧虑也将化作咱们坚定前行的动力，引领大家走向一个更加协调、更加美好的生态纪元。三峡大坝的水依旧长青，大坝里的鱼依旧自由，这就是咱们最渴望看到的画面，让咱们一起耐心等待。在10年禁渔期满的那一天，长江能带给咱们更多的惊喜，
让这条母亲河真真正正变成万物生长、生机喷涌的生命大动脉。到那一天，或许专家们才会露出久违的欣慰笑容，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长江是真的活过来了。这场关于大鱼的故事，绝不仅仅发生在三峡大坝的脚下，它发生在长江的每一寸波涛里，发生在每一个关切环保的人心中，让咱们携起手来，为长江的生物多样性贡献出哪怕一丁点微光，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关注，那也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三峡大坝的鱼是大自然慷慨的恩赐，更是对咱们守护成果的终极检阅，让咱们扛起科学的大旗，死守这份馈赠，让长江的不朽传奇代代相传，永不停更。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咱们还要继续深挖长江生态修复对全流域经济和文化的深远辐射。你会发现，这群鱼的集体爆发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现象，更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侧写。它标志着咱们终于开始从一味向自然索取，转向了尝试与自然共生的新轨道。这种思维层面的痛苦蜕变，才是这场巨变里最珍贵的东西。三峡大坝作为人类工程史上的奇迹，它在防洪发电通航上的贡献早就毋庸置疑。可现在它又多了一个沉甸甸的全新身份，生态的终极守护者。库区里沸腾的鱼群就是这个新身份最硬核的证明。专家们此刻虽然眉头难梳，那是因为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们需要在发电效益和生态保护这两大命题之间找到那个近乎完美的黄金平衡点。这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永不停歇的艰难探索。在未来的科研版图里，三峡库区将升级为一个巨大的天然实验室。科学家们可以通过长期观察鱼群的复杂行为，深挖水库生态学的底层规律，为全世界的河流治理提供独树一帜的中国方案。这些在水下翻滚的大鱼就是实验室里最鲜活、最滚烫的一手数据。它们的每一次奋力跃起，都在向咱们传递着大自然的神秘电码。所以各位朋友，当咱们再看到那些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时，请一定记住，这背后是无数人拿命在拼，是国家超长远的战略布局。这不是一场浅薄的鱼多成灾，而是一场宏大深沉的生态事件，让咱们多一分敬畏与理解，少一分急躁与贪婪，再给长江多一点喘息的时间。长江的鱼，长江的水，还有那剪不断的长江情，这一切水乳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深沉、最柔软的记忆。三峡大坝的机组在昼夜轰鸣，长江的大鱼在肆意游弋，这是怎样一幅惊心动魄的和谐画卷。专家们的高兴不起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极度深沉的爱，是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通透与清醒。正是因为有了这份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咱们的生态环境才能惊险地避开一个又一个陷阱，跌跌撞撞地走向真正的繁荣。让咱们再次回到最初那个话题，三峡大坝鱼群泛滥，百斤大鱼到处都是。这句话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它早就不再是什么博眼球的三流标题，而是长江复苏的冲锋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字丰碑。在未来的日子里，咱们肯定会收到更多关于长江的好消息。也许是江豚的家族又扩编了，也许是消失了几十年的珍稀鱼类重新露面。每一条喜讯都值得咱们击掌相庆，但请务必记住，在狂喜之余，必须保持住那份如专家般的冷峻，因为生态保护从来都没有终点，只有连绵不绝的新起点。三峡大坝的鱼群是长江甩给咱们的一道大考，也是给予咱们的至高奖赏。咱们要想交出一份合格的签答卷，就必须坚守科学的态度，遵循自然的铁律，不去乱伸手捕捞，就是咱们对这份奖赏最体面、最郑重的致敬。在节目快要收尾的时候，让咱们再次向那些奔波在保护第一线的专家和志愿者深深鞠躬，是他们守住了长江的根，是他们留住了长江的魂。那些百斤大鱼会永远记住他们的日夜付出，在长江翻腾的浪花里，为他们献上一支最美的水下舞蹈。长江不会老去，鱼群永远长青，这是我对这片土地最虔诚的祝愿。真心盼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咱们再次围坐在一起，聊起三峡大坝的鱼时，把所有的焦虑都已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满心欢喜和面对大自然的无限谦卑。好了，关于三峡大坝鱼群泛滥这场生态风暴，今天就先聊到这里。这背后的每一处细节都像一面镜子，
值得咱们反复琢磨。希望能通过这次剖析，让各位对长江保护多一层深度的理解。咱们下回接着聊，继续去解锁更多自然深处的未解密码。在三峡大坝那雄伟到令人失语的大坝脚下，奔腾的江水正托举着无数生灵的梦想，一路向海狂奔。鱼群的喧嚣涌动，就是长江强劲脉搏的咚咚跳动，是这片古老土地生生不息的永恒象征。咱们每个人都是这条大河的宿命守护者，让咱们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共同去迎接长江那个更加灿烂夺目的明天。那千千万万尾游鱼，绝不仅仅是水中的生灵，它们更是咱们人类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的绿色使者。在三峡大坝的宏大映衬下，它们的存在显得格外珍贵而脆弱，让咱们放下浮躁，用心去感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壮丽，让生态文明的种子深深扎进每个人的心田里，生根抽芽。三峡大坝鱼群泛滥，这绝不是灾难的序曲，而是希望的嘹亮前奏。专家们的咬牙坚守，这绝不是食古不化的固执，而是科学精神的铁肩担当。让咱们为这份来之不易的希望奋力喝彩，为这份沉甸甸的担当热烈鼓掌。长江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生态的悠长赞歌将永恒回荡在崇山峻岭之间。每一条百斤大鱼的背后都锁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长江往事，他们亲眼见证了长江的沧桑巨变，也亲历了长江的涅槃重生。他们在三峡大坝的强力护佑下，过上了无拘无束的日子。这就是咱们拼了命也要追求的生态之美，这就是咱们做梦都向往的和谐之境。让咱们共同守住这份美，守住这片宁静。长江请继续加油，中国的生态保护请继续挺进。在未来的漫漫岁月里，愿长江的每一条鱼都能无忧无虑的快乐生长，愿长江的每一滴水都能纯净透明的照见人心。这是咱们共同的梦想，也是咱们一辈子都在追逐的目标。三峡大坝，这座属于全人类的文明丰碑，正与长江的万物生灵紧紧依偎，一起搭建着一个充满蓬勃朝气的未来。鱼群的所谓泛滥，恰恰是这个未来里最生动最热辣的真实注脚，让咱们怀着满心的敬畏去认真读懂这片大自然亲笔绘就的无字天书。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让咱们永远保持一份对自然的敬畏，保持一份对科学的尊崇。三峡大坝的那些大鱼正在朝着咱们奋力摆动尾鳍，他们想告诉咱们，只要心怀自然法则，未来必将是一片繁花似锦。觉得今天的内容有触动到你，就点个订阅，咱们下期继续深入探索。